你能想象吗？往年暑假银滩一房难求，今年暑假我一个房都没卖出去。今年暑期的旅游变得异常冷清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朋友圈里都能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这边旅游，去那边旅游，拍照打卡。但是今年真的没看到几家。真的很奇怪，就是明明已经是暑假了，已经是放假期间，已经是应该算是旺季来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其实没有什么人去旅游，去各个景点。大家看一下，今年的暑假怎么办呀？没有游客，托哥也可以休息了。对于托哥是个好事啊。骑骆驼的人也没有了。今年的旅游不要再说什么人均消费多少钱了，有人来大门口转一转，我都想烧高香。五一的时候我就盼暑假，结果暑假天天下雨，以为下雨了没有人过来，又突然来了几十个人吃饭，我就以为又有希望了咯，结果第二天鬼影都没看到。西藏这边的旅游彻底废了，然后像我们这种店，像24年的时候还有人能出个20多万转让，但是今年白送给别人，别人都不要。在今年中国大陆的旅游市场中，虽然节假日热门自然山水依然人潮爆满，但大量人造景点、过度商业化的古镇以及宰客严重的高价景区正面临游客锐减、门可罗雀，甚至破产清算的困境。尤其是现在企业裁员，社会一片哀嚎，不少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抱怨，经济形势不佳，工作不好找，收入减少。到了周末和节假日都窝在家里，减少开支，就连现在暑假期间也不再像往年一样出门旅游了。大家好，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产品，来自快思德的明目冷敷眼贴。大家知道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的工作。假设说在正常情况下，肝肾每天可以为眼睛提供10个单位的营养，但是啊，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呢，已经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，导致眼睛现在每天需要15至20个单位的营养。当供应少于需求时，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眼睛啊，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，所以护眼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问题再说。这款日本生产的眼贴适合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使用，是一种日常护理的极佳选择，对眼睛干涩、眼前黑影、眼压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在中国呢，为观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优惠价，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KZG 就可以享受优惠价。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区置顶，快来选购吧。台儿庄今年暑假啊，这来人能少呀，这古城都空了。这前天有网友搁直播间这样说，我最近也没去台儿庄，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反正从网上看很多当地商家的吐槽，我估计也大差不离。有人说哈，这就是大环境忒差，各地都这样，真都这样吗？我现在宁夏的沙坡头，你看，暑假的旅游旺季，湿湿拉拉的，都没几个人。那个马路边上做卖东西的，比游客多个好多倍的。这里是西藏的羊湖景区，也叫羊卓雍措这个景区我觉得没有必要来，收费120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收费120。今年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暑假了吧？虽然说还是能满房，但价格已经比去年下降了很多。大理的某些民宿甚至都已经卖到了99块钱一晚。这个坑人的海绵岛大家不要来了，不好玩，根本就拉警戒线拉那么远，水都摸不到一下，全部成了商业化的，也要给你留一个口子收钱。对，这些老二把这些拦了，不让你下。
老铁们，今年的旅游行业真的下滑那么厉害吗？看这里不冷不热的，半天了，来了一个还是我们内部修无线网的，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员工，现在几乎是见不到人了。近期适逢暑假长假，不过今年各地旅游景点似乎没有以往这么热闹，部分商店商铺生意冷清，甚至有网友指出现有游客为了减少住宿的花费，改自带帐篷在路边过夜，让许多旅游业者苦叹今年相当反常。不少年轻人和家长们都认为，过去暑假都被景区、饭店当冤大头宰客，现在宁愿将钱花在体验上，改以搭帐篷睡路边的方式节省开销。出去玩则去挑选不用钱的风景区，拍个照就离开，或是看免费展览、逛街但不消费等。也有不少店家老板在社群平台上哀嚎，今年生意很惨，直呼很反常，经济很差。不少经营民宿的老板抱怨，没想到今年暑假生意会这么惨淡，房间降价都住不满。也有不少景区做小本生意的摊主说，以往的暑假生意都不错，今年竟然没什么客人。本以为可以靠着假期时光带来的观光人潮大赚一笔，但看不到人潮，摆摊的比游客还要多，根本赚不到钱，还可能要惨赔。我就住在这里，帐篷我搭这个柱子的里，那里做饭，每天这是我打的水，那边太阳能板在充电，我去砍了柴火。你们觉得我这个基地怎么样？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半，我们店里面目前只接待了1桌客人，16个人，一个个的都要上吊了，我的妈呀！你们看，空空如也。游客都跑哪里去喽？都7月10几号了，都快20号了，都没游客。船工都比游客多，这样子怎么搞哦？往常按照这个暑假这个时间段的话，这个点才7点多，十里画廊还是堵车的。现在人那么一个，都跑去哪里了？怪不得很多导游说没有团带啊，原来都没人出来玩了。就连大理那边的民宿都发了一个新闻，说已经占将近有10万张的床位订不出去。现在你花50块钱就能去订一个含早餐的大床房民宿，而且宁夏旅行社的订单同比去年下降了50%，就连网红旅行地新疆的很多热门景点的接待量也比去年下降了1大半。那么多人，这放假了，生意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有谁的摊子有生意？除了苕皮，其他都没生意。终于干倒闭了啊，兄弟们啊！80多台车啊，全部已经批给同行了，亏了67万多，也算是结束了。看到没有？啊，空了，还剩1台啊。目前，中国的暑假工市场正面临严峻的供需失衡与失业潮，数千万大学生涌入江浙沪、深圳、东莞等传统打工热门地，却遭遇职缺饱和、企业减招，甚至找不到工作的困境。最近，网上出现很多短影片可见，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杭州等多个大城市出现抢工潮。不少人可能以为抢工潮反映就业市场回暖，但事实上，它更像是经济寒冬下的集体焦虑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乏影片显示数百人凌晨排队争夺外送员、展销、临时工等职位的画面。有求职者甚至直喊不求理想，只求温饱。这背后正是中国经济下行所造成的现实压力。随着房地产、网际网络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收缩，大批年轻人涌入市场，例如外送、直播、兼职带货等。今年这民宿的生意啊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今天都已经7月14号了，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这个民宿啊，才住了2-3间房。你要说这个民宿的位置吧，我们就在天门山的脚下。往年这个时候啊，基本上都是一房难求，今年到底是怎么了？
咱们北海今年的民宿应该说是差不多结束了，或者说是全国吧，全国的民宿。就是当我看到北海的民宿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咱们北海的问题，但是我关注了其他国内的其他的旅游城市，像大理啊，好多个地方啊，都是空房的很多，甚至出现几10万的空房。重申一遍啊，9块啊，9块钱1个小时。工厂早就不要人了，现在基本上只招实习生和社会工。如果说你还想着自己出来赚点零花钱，但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厂能收暑假工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，但是你随便找一个广东的厂问问，他收不收暑假工，现在能安排吗？一卖水果的，他说他放暑假了，我天哪，这么佛系吗？这水果正是夏天的旺季啊，一个卖水果的放暑假了，我刚震惊的呢啊！这隔壁麻辣串麻辣烫也是放暑假陪孩子了。曾经的我心比天高，怀揣500万在这里拿下了2间铺子，以为人生走向了巅峰，从此可以过上躺平的日子。如今10年过去了，我在这里没有收到1毛钱的租子，所有的铺子全部都打了水漂，多年的积蓄一朝回到解放前。奉劝大家千万别乱买铺子。就目前来说，80%的守店人一天连300块钱都挣不到，50%的人守了整整1天，连200块钱也挣不到，还有一部分人守了10几个小时了，连100块钱也挣不到，甚至还有亏钱的。这就是真实的守店人的现状。未来3年，超1000万生意人将集体消失，一场席卷中国的商业大洗牌已然开始。当街边小店接连倒闭，当批发市场日渐冷清，不是生意没了，而是生意人这个身份正在被时代彻底淘汰。更残酷的是，一场从中间商到价值创造者的生死转型已拉开帷幕。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20日公布，6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.9%，较5月下降0.7个百分点，又创1年新低。另外，6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.1%，较5月下降0.1个百分点，也是5个月以来新低。6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%，较5月下降0.1个百分点，同样是5个月以来新低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